大家好，这里我们今天继续回来怪兽8号的 game。那近期我稍微比较忙碌哦，然后我本来想说这游戏会跟 Steam 同步上市哦，模拟器应该也都有，结果两个都没有，所以我只能用手机刷手抽，所以浪费了一点时间哦。那虽然大家可能都做了一些教学影片，不过我这边还是以我的观点，然后来介绍一下五星自选以及现在环境的角色，推荐去练哪一些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 go go。好的，那我的五星自选已经选完了，所以我们直接到谱池这边，然后选择登场五星的详情哦。目前7只角色，那分别来说明一下，我会根据斩打色，然后以目前的环境，到底哪几只角色适合练，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先来介绍第一只角色哦，就是射属性的亚牌哦。那它的强势点主要在这个被动的部分哦，当它累积到3个击中哦，就可以有这个暴击的100%一个回合哦。那本身大招的输出也是非常强力的哦，所以我觉得打这个单一 BOSS，它绝对是在射击属性的部分是蛮推的一只角色啦。再来是东云哦，如果本身你是有亚白或者是我们的 UP 池的四川哦，那我个人觉得就可以完全不需要使用到它了，因为它本身在技能部分伤害就逊色非常多了，所以这边是不推荐的哦。再来是7只角色之中唯一一只带有2个属性的哦，分别是斩色的明海贤哦。那它的强度在于它的战斗技能跟它的必杀技能其实是本身对单体怪兽造成伤害之外呢，它的邻近的怪兽也可以造成伤害哦。那我觉得这边是它蛮强势的点哦。那虽然伤害你说对于单一的斩属性的跟对于单一射属性的角色，可能它的这个伤害偏低啊，但我觉得只要前期哦，在无氪玩家中可以选择这种对于一次多只角色进行输出哦，对你的关卡体验其实算蛮舒服的哦。再来是2只斩属性相对于明海贤比较强势的2只角色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奇哥路哦。那它主要强势的点在于一样，在它的战斗技能哦，其实也是一个范围伤害哦，所以对邻近的怪兽也可以造成这个伤害的部分，我个人就蛮喜欢的。再来是大招哦，它其实有这个被动哦，累积3个之后呢，可以给予单体怪兽这个 debuff 哦，所以整体来讲伤害有，然后也有范围伤害，本身还可以对单体的 boss 给 debuff 哦，所以我个人觉得还蛮强的。接着是宝科中四郎哦，那它跟奇哥路的不同的点主要在于被动技能哦，在40等这边它会对于小型怪兽有这个额外的伤害，另外在60等的被动技能还可以提升它的速度哦，所以在轻怪上它蛮容易取得这个先手权的哦。另外本身技能主要都是以提升暴击率以及暴击伤害的哦，所以它的伤害绝对是非常强的哦。最后是2只打属性的角色，那首推绝对是怪兽8号，本身不需要装备，也不需要武器哦。另外火力相当凶猛，尤其在技能方面，在这个战斗技能哦，如果小型怪兽血量低于50%以下哦，可以直接强制击败。最后就是公叔，那它比较可惜一点哦，如果你本身有抽到武器的话，再考虑选它哦。因为它本身就是提升护盾，然后以及提升伤害的角色。那目前来讲，还是以纯输出的角色在环境中还是比较吃香一点。接着来说一下目前的 UP 池哦，主要是四川雷诺。那它强势的点主要是双属性哦，带有射击跟冰冻哦。所以本身如果你是无氪玩家，在前期打到这个怪兽1号，那它就会有这个属性盾哦。所以如果刷手抽，我建议个人还是要一只四川雷诺，那打起来会相对舒服。那如果本身你有四川的话，那其实亚白就可以不太考虑了，就可以去选择其他的角色去做一个游玩哦。再来四川的技能表现也是相当优异哦，主要在40等这个被动呢，它有50%的几率可以回魔哦。另外在必杀技部分呢，非常强哦，它这个冰冻属性哦，可以有效的去让目标行动顺序延后30%。另外呢，这个冰属性的效果还会有额外的附加伤害哦。接着是2个付费必中5星池哦，如果刚好缺角色或者是武器的话，另外你想要觉醒全满，那我个人推荐就蛮划算的，可以直接抽下去。接着我们来推荐一些4星强势的角色哦，因为目前我们知道在激战流域中呢，我们是要派2组队伍的哦，
所以其实有一些蛮强势的直角，拿来做使用也是相当不错的那首推绝对是保科宗次郎因为本身呢，它在这个被动技能在 SP2以下对搭档赋予提升速度18%两个回合如果 SP 在1以下，可以提升搭档的暴击伤害，所以光这个技能其实就是相当的不错了。再来下一只角色是长谷川那它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主要是有这个打的属性跟射的部分，因为打主要我们目前来看到就是怪兽8号跟公叔，但是这2只都是成角嘛，所以其实不一定马上就可以获得，所以我前期在剧情的部分也是没有这2只成角的，所以我的打的部分就是用长谷川另外它的技能也是相当不错，在这个动力打击它可以额外让这个80%的几率让你的目标进行休克1回合，那休克其实就是晕眩那除了可以帮助你在额外输出之外，如果能把怪兽的核再破掉，可以再继续持续的伤害输出所以我个人蛮推荐这只角色的。再来是卡夫卡如果你本身有把新手任务都解完的话，那直接是可以到觉醒6。那它的技能部分主要在必杀技因为它的一般技能跟战斗技能其实都偏弱势。那它强力的输出点在于它变身成为怪兽8号，所以如果你本身没有成角的打属性的怪兽8号，那其实这个觉醒全满的卡夫卡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最后是几只4星的角色带有属性伤害的那主要中之岛、丽华冈太、古桥以及神乐木那这4只主要是，如果你没有试穿，然后在前面剧情其实某些 BOSS 是需要破它的这个属性盾的你可以拿来做使用。那其实首推主要是古桥啦，因为它本身的雷属性技能是有2招是有的，战斗技能跟必杀技。另外必杀技的强势的点，它有80%的几率对于目标赋予 debuff 21%两个回合好的，接着我们来补充一下，如果你刚好有角色没有武器该怎么办呢？我们把重复的橙色武器，那把它进行分解，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精炼结晶那获得精炼结晶后呢，我们就可以前往主画面的商店。那在左侧点选这个武器兑换那1个月只能换1次，你就可以把你的角色获得橙色武器啦。好的，影片最后呢，如果你的游戏账号已经绑定了。别忘了到怪兽8号的 Game 的官网那边，在次元金的储值部分有一个免费礼包150的次元金，那就可以直接去领取了。好的，以上就本期影片，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想第一时间交标志，帮我开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见。